Follow Tang Tang on chain, future in your hands again. Fiat fading like a shadow, Bitcoin burning in the rain. On chain, on chain. Step in and take your claim. No, on chain, on chain. Step in and take your claim. Tang Tang on chain, open the gate. 比特币在過去10年就是這個屌樣，大家都以為它是用來逃避監管、藏錢匿名交易的一個黑暗工具，但真正了解後，你會發現它的本質跟你想的完全相反。我大概是2013年的時候開始接觸比特幣吧，那時候的理解很簡單。就是匿名、去中心化、不受政府控制，外加一個總量2100萬枚的稀缺故事。那時也就圖一樂，開個電腦挖了幾天礦，然後發現打遊戲超卡，沒幾天我就關了。直到今年7月有一次買東西的時候，發現用加密貨幣付款居然有折扣，我就好奇再研究一下，結果發現現在這玩意跟10年前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今天的比特幣早就已經不是地下貨幣了。至少在國家、交易所、執法部門、鏈上分析公司面前，它已經是透明的不能再透明了。因為我們正在走進一個全新的時代，也就是大規模的身份驗證、跨境報稅、全面反洗錢監管。首先要理解的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比特幣的技術匿名性確實給了買家和賣方一個保障，你可以在沒有實名的情況下去做全球交易，不受銀行審查，也不受現金跨境不方便的限制。加上它又有個稀缺性，聽起來就稍適合做地下世界的錢。但這個匿名是怎麼來的呢？它其實來自於一個很關鍵的現實，就是那時候根本沒有人認真去監管鏈外的人。也就是說，我們在鏈上只能得到一堆地址在互相轉賬，知道錢包地址 A 轉給錢包地址 B， 但是完全不知道背後是誰，是你，是毒販，是詐騙集團，還是某個基金。這就是為什麼早期比特幣會變成罪犯的天堂。可今天完全不一樣了。現在全世界的監管方向是在把這個技術自由往現實透明推，讓你表面上看起來還是拿着地址，但是背後那個人是誰，在哪個國家，受哪一套法律管，慢慢都會被串起來。為什麼監管這麼愛盯着比特幣不放呢？因為從技術上來說，它有幾個特性。它所有的交易是永久公開，不能刪除，不能修改，整條路徑可以一筆一筆往回追，直到追到創世區塊那一天。從監管角度來看，這根本是夢寐以求的神器，是人類史上最變態、最嚴格的一本賬。因為你一旦把這本賬跟真實世界的身份綁起來，任何一筆錢的來龍去脈全都無所遁形。在早期，因為沒有大規模的 KYC， 沒有人把這些地址背後的人拉出來，所以你可以說那是一個事實上的匿名。一旦有一個點被實名化，比如某一個地址曾經跟交易所互動過，或者收過某個已知詐騙集團的錢，整條交易鏈就能被沿路拉直。從那一刻開始，你過去10年所有的操作都會被翻出來重看一遍。那誰在負責這條線呢？答案就是交易所加 KYC 加鏈上分析公司。現在只要是正規的交易所，都逃不掉一件事，就是 KYC。KYC 是什麼呢？就是你要把你現實中的輪廓交出去，也就是身份證、住址、銀行卡、手機號，有時甚至還要你的自拍。當你通過了這一關，你在這家交易所裡面的所有操作就已經不是匿名的地址，而是一個有姓名、有國籍、有稅務居民身份的人在做的一連串動作。你買到的比特幣，無論你是丟在交易所裡面，還是提到自己的冷錢包，只要這筆錢曾經經過這個受監管的入口，它的歷史是可以追蹤的、可審計的、可回頭驗證的。比特幣的監管是在把它從感覺上的信任升級成數據上的信任，因為它的鏈上記錄乾不乾淨，大家都看得到。這種信任不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可以被驗證的結構。我找到一份由歐洲銀行業管理局 EBA 在2025年10月發布的透過監管應對加密資產服務中的洗錢、資助恐怖主義風險的最新報告。
這裡講的是交易所是人類用法幣換比特幣或者用比特幣換法幣的地方，就像是超市的唯一出入口。而为什麼早期會有黑錢進入交易所呢？就是因為早期的交易所為了追求快速發展和低門檻，所以請一些瞎的保安來看門口。交易所員工呢也不會問這個錢從哪裡來，也不登記來客身份。就算是有人一次運幾百萬的現金來買東西，保安也是視而不見，不向上級報告。結果就是比特幣地址明明是透明的，讓交易所的出入口就因為爛透，所以黑錢是暢通無阻。然後這裡說的是以前跨境轉賬就像寄信一樣，寫個地址就送出去，誰寄給誰也不知道。然後現在規定變嚴了，新的 Travel Rule 規定，你轉加密貨幣就像搭飛機要看證件一樣，必須知道是誰，不是只給個錢包地址就好了。你要說清楚這錢是誰轉的，要給誰，不然就是一個監管漏洞。然後這裡就是查你祖宗18代，金融機構別再玩什麼公司套公司的套娃把戲了。現在監管就直接開幹，要查清楚背後是誰，比如說背後的大老闆啊、股東啊、操盤手，只要有影響力的，可以影響公司決策、任免其他股東的，或者能獲得經濟利益的，依然會被視為 UBO， 也就是實質的受益人。而這些 UBO 的身份都必須記錄在案。以前很多公司喜歡玩洗白，比如說一家老牌的家族企業，外界都知道管理層是由同一個家族掌控的。某天呢，他們決定洗白形象，就換個 CEO， 換個董事。新聞稿寫得漂亮，但實際的運作依然沒變。新 CEO 呢是家族的好友，董事呢則是家族的舊人。公司的決策、資金流向、投資方向依然是這個家族在背後拍板。所以現在監管要求一個人說不要的合規關羽、風險長，要一個人證明自己有能力在不受任何外部壓力與干預的情況下自主行使職責。然後這裡說的是以前每個國家自己管自己，加密世界變成錯漏百出。比如說在 A 國不合規就跑去 B 國，交易所在不同的國家轉來轉去，大家又互不通報，等於又是洗白了。現在呢，他們決定成立一個跨國監管聯盟，所有國家的資料不再分散，而是要共享。現在呢 MiCA 加 AMLD6 強制各國共享資料，用一套標準審批交易所，用一套標準監督，有一份合法的交易所公開名單，誰是野雞場直接曝光。這就是 CARF 的前奏，以後你的 KYC 交易記錄、資金流不再是在一個國家透明，而是在全世界的監管機構中自動同步。你知道傳統金融最怕什麼嗎？很多人以為是市場崩盤，是黑天鵝，是系統性風險，其實都不是。他們最怕的就是被看得太清楚，也就是透明。因為只要透明，他們的資金流就會被看穿，風險部位會被揭露，企業就沒辦法再美化報表，藏壞賬遮醜聞。你想一想，傳統金融有多荒謬？一個政府shut down40幾天，全世界金融市場就開始恐慌。為什麼？因為所有數據、指標、經濟資訊全部中斷，沒有非農，沒有 CPI， 沒有 GDP， 什麼都沒有。整個世界只能靠猜，靠央行官員丟一些曖昧的話，讓市場去解讀。這根本是文明級別的落後。一個人類最強經濟體，25兆美元的經濟體，決策居然是建立在延遲2個月的舊數據上，比起還停留在季度報表加記者會暗語。反過來看比特幣，在鏈上資金流向是透明的，儲備金是透明的，風險部位是透明的，清算壓力是透明的，每一筆資金都能被追蹤到底，而且每一秒都在更新。講到這裡，一定會有人跳出來說，那我不用交易所啊，我用 Mixer 不就乾淨了嗎？ Mixer 混幣器是什麼呢？很簡單，就是幾個人大家把錢全部倒進一個大鐵桶裡面攪啊攪，然後再抓同樣的數量給你。表面上你拿走的那100塊不是原本那張，這樣就好像洗乾淨了，對吧？Mixer 在2015年來說，可能還是個匿名工具。問題是，現在所有主流交易所、鏈上分析公司早就已經把大部分的 Mixer、駭客的錢包、詐騙資金池、高風險集群全部標紅線了。你只要跟他們扯過一次，之後再把錢送回交易所，很有機會直接被擋，被要求資金證明，甚至直接鎖賬上報監管。那有人會說，那我用 OTC 啊，我拿現金找村長線下買，比特幣地址 A 轉到地址 B， 區塊鏈上根本不知道是我啊。但問題是，比特幣它會流動，只要你之後任何一筆轉賬接觸到一個 KYC 過的交易所、銀行、支付公司，甚至只是某個朋友，鏈上分析系統就能沿着錢的足跡一路往回推，把完整路徑拼起来。但你想存交易所，你立刻暴露。那講到這裡，還有人會使出最後一張牌。我聽到有人說，比特幣是法幣的保險，而隱私幣是比特幣的保險。那我乾脆用隱私幣啊。
門羅幣、EtherCash， 金額隱藏、地址隱藏、流向隱藏，甚至連交易是否存在都能藏起来。但你要记住一件事，你拿着隱私幣去替換別的幣種，金融系統就會立刻貼你4個字：來源不明。這意味着沒有任何合規的交易所敢收，沒有銀行敢碰，沒有支付公司敢支援，沒有基金敢持有。你可以在鏈上轉給任何人，但只要你想放法幣進交易所付款，它都會被拒絕，因為金融體系無法容忍完全不可追蹤的資金。你看，趙長鵬40億罰金，就是因為讓匿名資金流動太容易。監管在匿名面前是零容忍的，它沒有協商空間。隱私幣的命運很悲哀，它永遠存在。你可以在孤島內交易，但永遠是個孤島。透明不是限制普通人，而是把遊戲規則重置成公平的。而未來世界會越來越透明，是因為透明成為全球共識。你不是不能匿名，而是匿名過後還有沒有人願意相信你。加密貨幣以前有很多傳統金融不敢碰的東西，而現在他們開始湧進，其中一個最明顯就是加密信用卡。根據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的報告，2024年大概15億美元，2025年會到18億，2029年甚至可能突破35億。你上網查到的很多 crypto 卡其實是加密儲蓄卡，刷的是你錢包本來就有的幣，不是真正的信用卡。而真正的加密信用卡為什麼最近才開始冒出來呢？就是因為透明。以前加密世界沒有 KYC， 也不知道你是誰，錢哪裡來，你刷爆卡跑路，平台連你住哪裡都不知道，所以沒人敢發卡。現在不一樣了，有 KYC， 有 AML， 有鏈上分析，每一筆資金來源、流向、風險可以拉成一條清清楚楚的路線圖。因此 Visa、Master 才願意開始跟加密公司合作發卡，因為一個全程可追蹤、可審計、不可刪除的金融系統，實際上比現金安全太多了。你拿着加密貨幣就能刷卡，不用換匯，不用吃3%的國際手續費。而如果你想看更超前的例子，就是 Coinbase 在2021年做過一件整整早了4年的事，它推出了加密薪水。你的薪水可以直接打進 Coinbase， 自動換成比特幣、以太幣或者穩定幣。這個功能當時為什麼火呢？第一，它自動幫你 DCA， 你不用每個月手動去買，也不用抓時機。第二，跨境薪資快到嚇人，銀行要3到5天，比特幣10分鐘到1小時就搞定。就算是牛市塞車，最多也就幾10個小時。第三，它給了你薪水主權，你想拿30%的比特幣、50%的以太幣、20%的穩定幣，全由你決定。只是很多人會問，既然這麼爽，為什麼 Coinbase 最後又關掉了？是不是技術不行呢？其實不是，技術早就沒問題，真正的原因是當時的世界沒準備好加密薪資。薪水牽扯到的是所得稅、匯率、代扣代繳、跨國資料。2021年 iOS 根本沒有加密薪水這個欄位，一家公司想推出加密薪資，就代表要跟10幾個國家客製10幾種稅務流程、會計系統和人工審核，只要哪一國踩到一條，就可能是上億級的罰單。所以 Coinbase 不敢硬幹，因為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當時制度根本就還沒存在啊。今天的比特幣已經慢慢從政府最頭痛的東西，變成政府眼中幾乎完美的貨幣形態。KYC 把人和地址綁在一起，鏈上分析工具把這些點整成一個完整的行為地圖，再加上未來像 CARF 這種全球稅務，把各國的數據互相交換、對比、長期保存，對國家來說，這根本是史上第一次擁有全球級別的監控賬本。過去國家討厭加密貨幣，是因為匿名，現在各國慢慢開始喜歡它，是因為透明。真正慌的人是誰？是在海外藏了幾百億，靠不透明金融結構吃飽3代，利用系統漏洞賺錢的那群有權有勢的人。關於這一點，我希望大家在比特幣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如果有什麼利空消息，我們都需要思考一下，誰會是受益者呢？最後，我想補充一下 ，FTX 不是加密世界的失敗 ，FTX 塌掉的那一刻，整個世界反而加速往透明方向走。Proof of Reserves， 鏈上地址公開，審計要求提升，跨國共享風險資料 ，KYC 滲透到所有入口。它讓大家理解一件事，就是透明本身就是監管，透明本身就是安全，透明本身就是信用。好了，這一章我們就先把底層邏輯講清楚。比特幣不是匿名的小圈子遊戲，而是史上第一個技術上完全透明、現實世界正準備全面接管的貨幣網絡。
它創造了一個沒有陰影的透明系統，未來是屬於鏈上金融的一個所有行為都攤在陽光下的時代。下一章我們就來說，當這套透明賬本被拉進全球稅務網，也就是 CARF 之後，整個世界的金融秩序會怎麼樣被改寫呢？